Pocket 4 Pocket 4真棒！这是这几年可能是最出圈的相机 Pocket 3的迭代，大疆 Pocket 第4代。那说实话，记得2年多前，虽然我给了 Pocket 3很高的评价，但我自己没想到它能火成如今这个样子。那现如今小型的 Vlog 相机越来越多，但是也始終沒有一台設備能夠取代它的位置。我一直覺得能夠打敗它的只有它自己，所以我們給予了這個 Pocket 4太多的期望，終於它來了。其實別的評測吧可以不帶描述，但是 Pocket 的這個更新必須要帶描述。我們出去的時候，我一般會拿一個大相機 ，Pocket 這種平時都會揣到他的兜裡啊什麼。但即便是這麼強度的高強度使用了2年多的時間，你還是沒有看出它跟4代的區別。是的，它並沒有給一眼就變強的那種3攝雲台。Pocket 4的更新還是需要專業點的人來給大家講講的，所以歡迎李陽和老胡再次光臨。我爸有一個，我老婆一個，我自己一個。你們平時在家就拍綜藝？這回我覺得它的寬容度至少多了3檔。等等等，我剛看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東西，它是不是有時間碼？要一統江湖了。Pocket 4 Pocket 4真棒！你先聊聊拿到它第一反應。又寄我一3幹嘛呀？相信很多人的最大的期盼就是它有沒有加一個第2個攝像頭。這個確實是本來大家都可以想到的，他沒給；但是大家都沒想到的，他給了。比如這個東西。你知道我在家的時候，我說，哎，這是幹嘛的？往上一吸，咔一下給我閃光燈，我去，我天！Pocket 4這次如果說有什麼重大外觀上的更新，一定只能是這個補光燈了。這個但凡是擰過來，衝着你的景物拍，特像那法制進行時。哎，想問一下，您做這行有多久了？這不讓拍啊，不讓拍。您知道這個事兒是違法的嗎？無可奉告啊！你哪個單位的？你哪個部門的？Pocket 主要是用於自拍和正向的他拍。那大疆為了讓補光燈體積小且能在大轉角下都實現良好的補光，所以選擇加在了軸臂上。那你使用的時候只需要這樣把它磁吸在後面的這個後腦勺的位置，也可以當然根據這個鏡頭的方位去調整這個燈的角度啊、方向啊。那這個補光燈到底是設計給誰的呢？對於我來說巨實我用它是為了什麼？就是為了臉漂亮，因為它很柔，就是你把它基本上就是沒有重量，對還是很輕的，你就拍它灑水了。現在的話就是這樣的，但是你看啊，給大家開一下，哇，有一說一，就這一點我很需要。對，當然這個燈也有3檔的亮度和3種色溫可以調節。自拍的時候，你看這個燈啊，確實是第1檔就行了。但是你看我拍它的時候，我其實可以拍第3檔。美嗎？挺美的，挺美的。再來個油膩的來。哎，我在想它能不能做成圈圈形啊？你把它圍起來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那種美妝博主，他們為了追求那個眼神光啊，就是你看，如果我們這樣的燈在眼神光，它會有個亮點，你自拍就會好看很多。如果是一圈，如果是個圈的話，那個眼神光會更那只能吸到這上頭呀。雖然它官方沒有，但這是個觸點啊，這可以給3方很多的發展空間啊。是的。如果有一個那樣的配件，我覺得那種美妝博主可能這個是首選機器。必買。我給它10分。它要關閉的話，只能用快捷鍵。長按呢？長按。對，長按。哎，你好聰明啊！想你別，你產品經理啊！我還設了個快捷鍵。
好了，说完这个长相酷似安康鱼的补光灯啊，我们说回 Pocket 4的产品本身。那在重量上，它也是来到了190.5克，相比上一代重了11.5克，比上一代也稍微长了0.5厘米。其實這幾年一直在丟它，就是因為它太無感。大家如果看過之前的節目，在東京丟過一次，在英國也丟過一次。有一台已經是被我們裱起來了，那有一台就真的丟了，再也沒有找過來，所以這已經是第3台。我個人覺得它最應該出的是一個像 AirPods 那樣的一個定位查找的功能。那除此之外，外觀上面最大的改變就是當你開機以後，屏幕的下方多了2個按鍵。那左邊這個按鍵是給無損變焦的，它那個 zoom 鍵，我覺得zoom 鍵挺好的，特別好，特別好。 zoom 鍵就有點像那個在使用 iPhone 的時候去切那個相機的那個感覺。它原先沒有這個 zoom 的時候，我很少會用那個滑塊去用那個2倍，但是它有了就可以用了。再加上這次在南極有好多這種。那右邊的這個按鍵是一個自定義的按鍵，你可以把它設置成，比如說燈籠的開關、雲台模式的切換等等等等。那我是把它設置成了一鍵呢，屏幕就轉過去，個人覺得還是挺好用的，因為之前要點這個搖桿嘛。說到了這個搖桿，這一次 Pocket 3跟 Pocket 4的這個搖桿也是有挺大區別。哎，長了很多，它變成了那種像遊戲機手柄的感覺。哦，這有點 PS5 真啊，我是吧？PS5 那感覺。PS5 最不好用的那個鍵就是往下摁的。這個搖桿它是可以控速的，哎，然後你推多一點，它可以轉得快一點，就是它是有這個速度變化，你可以控制。但是老的搖桿活這麼細啊，那我得像無人機似的，我得這樣，在這給精密操作。精密操作。老的這搖桿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？你想調到很完美居中的時候，你往右按一下，哎，它過了。然後回來，哎，又回過了，你就一直在那左右在那調，對吧？這個特扎實。就是之前不是這個按3下就是轉過來嗎？這個沒有這個好按。你往下點的時候，比如雙擊，它就是有的時候按下去的感受沒有像上一代那麼好，這個是我覺得一個缺點。還好的話，它有這個自定義的按鍵。後來大疆的人告訴我們，這是防誤觸的設計。除此之外，比如說旋轉開機、自動鎖軸都跟上一代一模一樣。但是對比3代呢，它的機身的顏色會稍微的淺一點，它的那個黑不是那種純黑了，飽和度跟對比度稍微低一點的那種黑，看下來還是挺高級的。那後邊的這個磨砂的質感也會比較強，從手感上會好很多。內存卡呢是終於有了蓋子，可以保護卡槽跟內存卡。當然，如果你不帶內存卡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這一次它終於更新了一個內置的存儲。107G 4K 30幀可以錄製2個小時50分鐘，如果你拍的是1080P 的30幀，可以錄製7個小時15分鐘。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沒帶卡的時候沒那麼容易被發現了。你去拍被罵。好，說完了外觀，讓我們來聊聊畫質。這一代最讓我驚喜的就是它終於給了 D-Log 專業格式。那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更新？是因為我其實很討厭 D-Log M，這應該是眾所周知的。我之前在各種評測節目裡邊，一聊到這台機器用的是 D-Log M，我都會搖頭。所以當我拿到這台 D-Log 全尺寸的時候，這是我最開心的更新。這回我覺得它的寬容度至少多了3檔，哎，不錯。然後它的暗部比之前強了太多，暗部純淨了很多。這跟當年 Pocket 3的角度一樣，對，一樣。你可以把那個拿出來看，它的暗部是什麼樣。當年只是我覺得它整個的光線架構是有的，所以我覺得 Pocket 3哇，讓我哇塞了一下。但是這個真的很棒，它的暗部細節。D-Log M 對我來說基本上不可用，我不知道你用不用。它本質上還是709，它就是709色域下給你減一點飽和度，減一點對比度，很難和 D-Log 或者說什麼 S-Log 其他的這種去匹配，因為它本身在709色域下對比度已經很高了。有了這個 D-Log 會好很多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你想我們最常用的兩個，一個是自拍的，一個是我們的航拍。那現在這兩條，現在是一個曲線了，真的省很多事。要一統江湖了，就缺一個中間的，他搜啥能拍視頻？哎。我們現在在牛島，還有3天就過年了。我們帶着陸米倉所有的人來到濟州的牛島今天玩來，所以接下來給你們拿我們秘密小聲說，我們拿 Pocket 4給你們拍一些牛島好看的空景，好不好？
看到的就是这个 D-Log 的肤色了。哇哦！看看肤色啊，很真实啊。肤色会有一点偏黄啊，你也感受到了，这绝对白人友好，白人狂喜。但是咱们其实需要往那个粉白上去调的。宽容度的大幅提升，暂时还是有一些代价的。除了肤色会偏黄以外，不知道这条曲线是不是因为从无人机下放下来的，和 Pocket 3的 D-Log M 对比，会牺牲一些锐度。不过这并不影響畫面的細節，也沒有丟失任何的信息，後期都可以調整回來。所以客觀的說，如果你很在意銳度的話，建議使用709拍攝。那 Pocket 4的709反而經過了優化，無論是從顏色和畫質上表現的都非常好。當然，我們最近也在研究如何增加它銳度的一個方法，就是你可以在前期調整。那比如說在這個菜單裡面選擇這個紋理，最多是可以加2的紋理，拍出來的素材就會清晰特別多。所以我個人給大家的建議就是，如果你不是綜藝，不是超級在意，比如說寬容度啊，比較輕的拍攝，其實709無論是銳度還是顏色的表現，其實都比輕調色下的D-Log表現得要好。戶外啊，沒問題，肯定沒問題。對的，如果光線較弱的情況下，當然還是 log 更能打一點，我覺得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你喜歡直出的話，其實這一次也更新了一些濾鏡啊。那比如說冷白 CC 復古 NC 清新暖調電影復古。現在的膠片看到了嗎？你可以開30%，開50%，開70%。然後但是呢，有一點就是現在有一點，就比如說開啟 D-Log 以後，我們的濾鏡是無法選擇的。在這兒咱再提一點，能不能就是說保留一軌？我開啟 D-Log，你也給我濾鏡選擇的功能，然後你給我錄2軌。你這樣吧，你讓他們給你單獨做一個，你把你所有的需求，哎，我們做一個私人定制款。如果這樣的話，你看你拍一個畫面，你能直接拿這個已調過色帶濾鏡的去發你的朋友圈，我還能保留一個 D-Log，然後去做我們後期的嚴肅創作。我沒有說你那個不嚴肅嘛，對不對？見仁見智吧。你肯定不會用。有些人不喜歡這個，因為我見很多，即便是拍709的人，他們也不願意加這層 log，因為覺得它缺乏真實性。這次帶 Pocket 4去南極真的很尷尬，因為它有2個重要的更新，一個是補光燈，一個是專業模式下的慢門，都是需要暗光環境才能展現的。但我們去的是極晝的南極，朋友們這邊凌晨1點半是粉調，我拍粉調要上 ND 減光鏡。所以之後我們又帶着它去了泉州和澳門。那有一點在很多專業的相機和手機上都做不到的，就是在 Pocket 4的專業模式下，你可以把快門速度降到真綠以下，於是你就會得到雨果有一張筍長飛，你願唔願意同我走啊？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？另外，如果你拍攝的是普通色彩的4K 30幀，它還增加了一個夜景的自動低光增強，實測下來會比 Pocket 3的夜景要純淨一些。那另外就是增加了240幀的4K 慢動作鏡頭。其實它的畫質應該肉眼會看到會下降一些，而且它是沒有辦法用全尺寸的 D-Log 的，跟上一代的慢動作一樣，它是只能開啟它的10比特的普通的色彩模式。但是朋友們，4K 240幀的8倍慢動作呀！這可是 FX3上 A7S3上都沒有的一個格式啊，所以我覺得有總比沒有強。如果大家真的會需要這種東西的話，會有這樣的使用場景的話，偶爾用一下也挺好的。那在快充方面呢，它支持18分鐘充滿80%，32分鐘充滿100%。其實還可以把這個3代上的充電手柄拿來給4代用，可以實現一個暢拍吧。我覺得從3代上續航，我也沒有太擔心過它。所以4代這方面，我覺得只能說做得更好。那在其他的配件方面，3代和4代基本上都是通用的，但是唯一不通用的是3代的這個殼啊，就因為它比3代大一丟丟嘛，所以你現在插進去之後，它其實不是那麼嚴絲合縫的。這一次它隨機配備的其實是這個雲台保護殼吧，比起之前的是一個大包加上這麼一個配置，這一次是給了這麼一個小包，更軟，
可能也更適合直接放在兜里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滤镜，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。比如说可变力，还有黑柔镜，之前是我们可以吸在这儿的。我现在唯一能想到就是放在这个包的夹层内部，所以这个包如果有一个小隔层，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更好用。今年是2026年，我们第一期数碼评测視頻。如上考比一下，未來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減少數碼評測的視頻，未來還需不需要數碼評測的視頻？都是在打一個問號。我不是唱衰，而是說在這麼一個時代下，什麼樣的東西是大家需要的？極致的8K、16K。多少檔寬容度？對。你覺得 AI 這個視頻算力不是問題的時候，你怎麼證明這是實拍的？巴士得看巴士貼臉，我巴士這條視頻是實拍。AI 生成視頻這件事兒，你看不讓我說了，這就能確定不是 AI。我這段這不是 AI 啊，這不是 AI 啊，無意冒犯啊。來，我這不讓我說了，這就是他，你看無處不在。AI 大爺過年好，過年好。我們其實就是有一些思考，小小的思考。現在這個節骨眼，我會覺得可能未來是瑕疵美的時代，因為它的不完美，證明它是實拍。我為什麼覺得說，與其前面長一個攝像頭，你後邊長一個攝像頭特好？我為什麼覺得 iPhone 這雙攝挺好玩的？因為這是一防偽標啊。也許你能生成拍攝的畫面，但是這個維度的，在拍攝中的我自己是生成不了的。你有沒有想到，咱們等到真的很老的時候，咱倆在搖覽院，咱們在分辨一條視頻，手機裡的一段珍貴影像的時候，咱們要思考好久，回憶很久，告訴你，哎，老胡，你記得嗎？延吉這個咱是實拍的啊。我操，那挺傷心的，說實話。你說怎麼可能呢？那是舔冰溜子，那是實拍。我真的，我記得當時真的是實拍的。我操，哪兒那會兒他媽都 AI 了，早他媽不可能啊！這80多歲我們如果發現這個東西是實拍的時候，我們真的會看進去，因為那是記錄了我們的青春，那不是生成的青春。會有人欺負你了？有一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叫做拍攝術。電影製作術這樣的東西其實跟這個產品沒有太大的關係，但為什麼 Pocky 會火，不也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大家真的記錄生活的東西嗎？是，我們的生活不是真正值得被記錄的嗎？